神农医学奖的是周金铁小姐，有请。周小姐呢是大夏首富的千金，含着金钥匙出生，却能在世界医疗上获得此桂冠，真是令人钦佩啊！不，这个奖杯它不应该是我的。站在世界医疗之巅的也不应该是我。是吗？那是谁呀？他叫李纯，是我的老师。我所有获奖的一些实验都是由他指导的。这么天才，那么请问这个李纯先生，他是在哪个医疗中心呢？他不在医疗中心，他在下乡之一，而我现在也要把这份荣誉带给他了。难道是他？他是谁啊，将军？他是一个谜一样的男人，他在海外救过难民，在战场救过伤员，他还发明了多种抗癌药，创造了医学上的奇迹，但是从没有人见过他。他只是用一张信笺写下治疗方法，便治疗了这世间的疑难杂症。难道将军您说的是菩萨啊？菩萨？对，一个救世间苦难却淡泊名利的传奇，世人称他为菩萨。立刻给我重金找到这个李纯。是将军。来，阿婆啊，您的药，一共是36块。嘿，好，李医生，我这里才16块，剩下的20块能不能去欠着？等我到镇上把家里的鸡蛋卖了再给你。好吧。哎呀，谢谢你啊，李医生，哎，谢谢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哎，好嘞。哎，阿婆，按时吃药。哎，好。小纯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出事了！妈，出什么事了？小纯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出事了！妈，出什么事了？我刚才看到你媳妇儿和一个老男人抱在一起。什么？蓉蓉跟一个老男人抱在一起，在哪儿啊？他们就在苞米地那边，不过那个男的已经开车走了。妈，你是说他们就抱了一下，没干别的？没，他们就抱了一下。妈，那个可能是礼节上的抱一下，没事的啊。我总觉得不大对。哎，小纯啊，今天蓉蓉不是过生日，在小院拜席吗？你和他呀，去把那个婚期给商量了吧，早点结婚才能拴住媳妇的心。哎呀，糟了，今天蓉蓉生日，我还没给她准备礼物呢。哎，妈，这样您帮我看一下诊所，我去镇上给她订个蛋糕啊。哎，小纯，你等一下。妈，还有什么事儿吗？你等等。妈，您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总觉得蓉蓉对你有些冷淡，我们这婚事很悬。今天她过生日，你表现表现，帮她去买个金戒指吧。听说现在的女孩子都喜欢这个。哎呀，妈，这买礼物的钱我有呢，这件事情不用您操心啊。哎呦，你有什么钱啊？你常年低价给乡亲看病，他们都还给你赊账，你有没有钱？妈心里没个数吗？哎呀，拿着吧。妈，等我跟蓉蓉结婚之后，我就公开我的身份，到时候我们两个好好孝顺您啊。哎呦，你这孩子胡说什么的？你赶紧去把蓉蓉哄好啊！行，妈，那我走了。去。哎，不是你，
老师，金雪，哎，不是你，老师，金雪，你怎么来了？老师，我获得神农医学奖了。是吗？恭喜恭喜啊！不，这个奖本该是你的，你才是那个该被戴上王冠的人。不，作为一个真正的医生，治好病人才是最好的王冠。那你也应该在大城市大医院啊。大医院看病太贵了，很多普通人根本看不起病。我的理想就是能让穷人吃上最便宜的药，看最便宜的病。我喜欢乡下。这是你的理想，我尊重。不过，我们3年前的约定呢？约定？什么约定啊？帝京大学樱花树下，你说过的，3年你未娶，我未嫁，你就娶我。不是，静雪，那个只是我随口一说。我以为你对我表白只是你一时冲动，时间就会让你淡忘。你是千金大小姐，长得漂亮，还有才华。我呢，只是靠勤工俭学走出去的农民，我们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所以我从未当真。什么？你从未当真？是的，静雪，在我心里，我一直把你当做我的学生。你把我当做你的学生，那你知不知道，在我心里，我把你当做什么？什么？你是我的光，我的信仰，我的全世界，还是我心里最爱的那个男人。静雪，大学时你是老师，我是学生，规定不允许，你不敢答应，我可以理解。可是现在你已经辞教之一，而我也已经毕业了，我们之间再没有什么鸿沟了，你还有什么好顾虑的？不是静雪，其实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。什么？你已经有喜欢的人了？是的，我们青梅竹马，从小一块长大。小时候我说长大了我要娶她，所以我才会回来乡下。你不是因为之一才回乡下的。之一我可以去任何地方，之所以回来是因为她。那你爱他吗？是的，而且我们已经订婚了。什么？不，李纯，李教授，我的老师，你怎么能这样？为了追随你的脚步，和你在一起，我从一个千金小姐，放弃了所有和朋友相聚在一起的时间，拒绝了所有追求者，每天都泡在枯燥的研究所里，甚至令人作呕的药臭味，一步一步的走到世界医学之巅，都只是为了和你志同道合，配得上你的才华和品行。结果你告诉我，你心里装的是别人，爱的是别人。静雪，对不起啊，静雪，你的条件值得更好的男人。再好的男人有什么用？我不喜欢有什么用？对不起，静雪。那个，今天是他生日，我还要去给他买生日礼物，我先走了。啊，对了，祝福你得奖。老师，老师，李纯，你给我放下！姑娘，你怎么了？我被男人骗了。李医生是个好人，他
他什么病都能为我们看好，还让我们赊账。但是他喜欢的那个姑娘喜欢往城里跑。这什么意思？这世间的事啊，都是有变数的。李医生是个对感情很认真的人，别人可不一定啊。好，我明白了。像他这样相貌平平、没钱没势、还没有情商的人，除了我以外，还有谁会真心对他？姑娘，加油吧！李医生是个宝，若能嫁他，一生光华。喂，给我弄一个李家村之一的名额，我要之一。立春，无论以后我们能不能在一起，我都愿意做那个风雨中一直陪伴和守护你的一尊雕像。只买一个戒指当做求婚礼物，诚意有点不太够啊。菩萨大人，把李正这家万福金店买下来，送到我未婚妻的生日宴上去。是。我刚才看到你媳妇儿和一个老男人抱在一起。什么？蓉蓉跟一个老男人抱在一起？自从我把蓉蓉安排进了神药集团当高管，她好像对我一直有点冷淡。看来我得再试试她的真心，看她能不能配上我给的王冠。你好，欢迎光临。你好，帮我拿一个戒指。老板，你要什么样的？这个吧。好。将军，这就是李村了。您要找的那位医学传奇菩萨大人就住在这儿。真是难以想象啊！这全天下权贵都在疯狂寻找的医学传奇，竟然藏身乡下之一。我好兴奋，这要见到那位传说中金刚手段、菩萨心肠的男人了。老板，你的蛋糕还有戒指。谢谢啊。不客气。如果蓉蓉能答应我一个普通戒指的求婚，今天我就可以告诉她我的身份，给她惊喜了。来，大家吃好喝好啊！没事，你去忙你的啊。这管事，这管喝啊。小魏来了，露露，露露，生日快乐！谢谢啊。蓉蓉啊，听说你进神药集团当高管了，恭喜恭喜呀！蓉蓉岂止是在神药集团当高管啊，神药集团的赵副总在追蓉蓉呢，你不知道吧？真的吗？就是那个神药集团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那个男人，在追求咱们的蓉蓉。赵副总都去给蓉蓉买钻戒了，一会儿就来，这还能假呀？是吗？咱们蓉蓉呀，也是攀上高枝了，苟富贵勿相忘啊。哎，对了，这个赵副总在追求你，那你那个未婚夫李医生怎么办？别提了，提到他我就来气。就是啊，今天是蓉蓉过生日，干嘛提那个扫兴的男人？比起赵副总啊，简直是一个天上的皓月，一个地下的蛤蟆，是吧？哎，姐啊，赶紧跟那个姓李的分了，跟赵副总吧。蓉蓉，蓉蓉。蓉蓉，蓉蓉，蓉蓉，生日快乐！李春，你知道我今年多大吗？多大？今年26岁。我今年26岁生日，你就买个这样的蛋糕来见我？就是，谁稀罕你蛋糕啊？张扬，你干什么呀？哼，我干什么？啊？被伤害了吗？我姐这么漂亮，像是缺蛋糕吃的人吗？就是，人家过26岁生日，你拿个破蛋糕来。我看你是想白嫖吧？蓉蓉，赶紧把他踹了！这种男人啊，根本给不了你幸福。李春，你看到了吗？你这哪里是来给我送蛋糕的呀？这分明是来给我送耻辱的。
蓉蓉，不吃蛋糕，我给你准备了特别的礼物啊，准备了惊喜。惊喜是吗？你还能给我送惊喜呢？我怎么不知道呢？你一个月收入不足3000的乡村医生，你还有脸说给我姐准备惊喜？有惊喜，有惊喜。蓉蓉，咱们两个从小一块长大，青梅竹马。蓉蓉，嫁给我吧。在搞什么？你就拿个破戒指求婚啊？他是疯了吧？他以为这是解放前呢，拿个新戒指就想骗女人啊！李纯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还嫌给我丢人丢的不够是吗？丢人？我向你求婚，有什么丢人的呀？你不知道为什么丢人是吗？人家哑巴妹跟人求婚的时候，还有3000钻现金10万，你这寒碜的，你是觉得我连哑巴妹都不如是吗？就是，别在这丢人现眼了，拿着那廉价戒指赶紧滚！你，张扬，你干什么呀？干什么？你配不上我姐，我让你离我姐远点，明白了吗？张扬，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？我和你姐从小青梅竹马，一起长大，还订了婚约，我是你姐夫呀。别在这个碰瓷，我姐呀，那是村花，追她的人从村里排到了城里，我可攀不上你这种没用、丢人的姐夫。你说什么？我没用，我丢人？你是不是忘了，你手断的时候是谁帮你接好的？还有你姐生理期肚子疼的时候是吃了谁给的药才好的？还有你妈半身不遂是谁让她站起来重新走路的？这村子里谁生病不是我治好的？你说我没用，说我丢人，那又怎么样？你有钱吗？钱，有钱就代表一切是吗？那当然。有钱大丈夫，没钱啊跪地哭。你没钱就别想娶我姐。就是没钱还敢娶人，真的不要脸。哼，你们还真是狗眼看人低呀！我告诉你，我李纯，只要我自己愿意，这全世界的银行，那都是我的。你说什么？你说只要你愿意，全世界的银行都是你的。李纯，我看你是穷疯了吧？你一个没车没房的乡下医生，到底谁给你的底气这么大言不惭？你不要脸，我还要脸呢。你说什么？我不要脸？张荣，你大概还没有搞清楚我到底是什么来头。我现在告诉你，这世上的人听到了我的名号，都会将我奉若神明。不论是权贵还是豪门，奉上万金，也难以见我一面。你们这帮废物，居然还开始瞧不起我！我看你是够了，收起你那点可悲的自尊心吧。你越是这样，我越觉得你恶心。张荣啊，张荣，我是真的没有想到，你我青梅竹马，从小一起长大，还定下了婚约。我为了你，放弃了一切繁华，回到乡下。你现在居然因为我对你送的礼物而嗤之以鼻。什么？你觉得我是因为你的礼物嗤之以鼻？我分明就是你觉得你这个人没有用，你只能在乡下当乡村医生也就算了，人家医生看病收个几百几千，你收几十，你收几十也就算了，你还让别人看病赊账，全世界的医生就你赚不到钱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你活着还有什么用？我跟着你能有什么指望？当医生的职责是救死扶伤，跟赚钱有什么关系？好啊，既然你不想赚钱，你就过你的穷酸日子去，老娘不跟你干了，滚吧！姐，你赶紧让他滚吧！一会儿啊，赵副总来了，看到他还在这儿，肯定要生气。赵副总，赵副总是谁啊？哼，瞧你这没出息的样，连赵副总都不知道。赵副就是咱们云县鼎鼎大名神药集团的老板赵志远，那可是商界和医界的大佬啊！啊，震惊吗？他来干什么？明人不说暗话，小郎中啊，赵副总看上了我姐，把我姐安排进了神药集团当高管。他还说了，今天我姐生日，要向我姐求婚啊，所以你自己识趣点，赶紧把婚约解除了，否则
到时候赵副总打压你，恐怕连个小诊所都保不住喽。就是，人家可是医学行业龙头，想要踩死你一个李医生，就跟踩死一张蝼蚁一样简单。我不认识什么赵副总，我只知道，就算神药集团的大 boss 见了我，也要尊上一声教父。行了，立春，今天是我26岁的生日宴，你能不能别在这里毫无底线的吹牛了？我没吹牛，我说的都是事实。事实？我们俩在一起多少年？你除了给我解决痛经这种小儿科的问题，你还为我做过什么？不像人家赵副总，跟我认识才不到1个月，就可以把我升级为神药集团的高管。你跟他比，你能比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说是那个姓赵的安排你进神药集团当高管？那当然，难不成还是你吗？当然是我。什么？你说是你把我安排进神药集团的高管的？没错，我是听你跟我说了几次神药集团的待遇好，你有很多同学都在里面，说你也想进去，我才暗中协调让你进去当高管。我心想着，如果你能够胜任的话，我未来把它买下来送给你也是无所谓的。去死吧你！你一个连求婚送礼都送不起的乡下医生，何德何能能在神药集团给我安排高管，还大言不惭的说要把神药集团买下来？就是，你是喝醉了还是没睡醒？你以为你是谁呀？就是，你以为是谁呀？我不是谁，我只是在传说中还有个名字，叫菩萨。吓死我了！你还菩萨，我还皇母娘娘呢！什么菩萨？我看你是瘟神。立春，别在这里给我发神经了，赶紧把退婚协议给我签了。立春哥哥，等我长大后，我非嫁你不可。圆圆妹妹，等我长大了，我一定听你。好，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。拉钩啦！圆圆妹妹，这个送你了，谢谢立春哥哥。蓉蓉，我决定了，等你下次生日，我向你求婚。真的吗？这一天我等了好久了。张柔，我理解一个人很虚荣，毕竟那个是人性，我不怪你。但毕竟我们曾经青梅竹马，一起上学，一起放学，一起长大，一起玩泥巴。我也想给你最后的机会。只要你够了，立春，你能不能有点男人的样子，干干脆脆的去过你的生活，别在这里卖惨博取大家的同情。就是，我就没见过你这么窝囊的男人，自己穷的都养不活了，就想着赖在女人身上过好日子，赶紧把退婚协议签了，否则就别跟我对动手了。跟我动手？你是不是忘了，你骑摩托车把手摔断是谁给你接的？你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指手画脚啊？还有你，张柔，你要搞清楚，我跟你提及过去，不是卖惨，也不是为了博取你的同情，而是我这个人比较重情念旧，我不想我们多年的感情无疾而终，我也想给你最后的机会，若不然，又哪轮得到你跟我在一起？你觉得你配？你说什么？你觉得我配不上你？大家听到了吗？我一个名牌大学的毕业生，堂堂村花，现神药集团高管，而他一个不见经传的乡下医生，月入不够3000，你说我配不上你？这就是传说中的普信男吧？还没脱贫呢，就妄想自己开飞机了。就是，他但凡有点本事，也不至于一点本事都没有。一个乡下来的诊所医生，还敢摆谱啊！哼，你错了。我之所以选择来乡下执医，不是因为我没有本事，而是我更愿意为那些没有钱的普通人治病，也是我对于生我养我的农村有特殊感情，所以我才会来乡下。你够了，别在这里给我拉虎皮扯大旗了。这退婚协议书，你到底签不签？
好，既然你非要亲手葬送自己的命运，我亲你。妈，您怎么来了？今天蓉蓉生日，我这个当婆婆的该来的嘛。阿姨，您叫别人埋汰我了。我人长得这么漂亮，我可配不上您家儿子，吃不起这个苦。像我呀，就应该在城市里找一个老鸨匠当一个老板娘。您说对吗？张蓉，小轩，别吵架，别吵架。蓉蓉，我知道你跟着我们家小纯受委屈了，你跟他谈恋爱。他没有给你买过好衣服，没有送给你好礼物。就算你今天过生日，他来向你提亲，都只能送你一个戒指。阿姨也觉得惭愧，所以阿姨又去想了些法子。这个人儿，你拿着吧。这又是什么？哦，这是我把我养的2条过年猪卖了的5000块钱，你看你拿着去买些自己喜欢的东西，就答应我们小纯的求婚吧。只要你肯嫁过来，阿姨以后一定会把你当做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对待。妈，您怎么能把过年猪给卖了？没事，过年吃不吃肉都没关系，你娶媳妇重要，娶媳妇重要。蓉蓉，阿姨的一点心意，你收下吧。够了！谁稀罕你几千块钱的可怜钱啊？刘阿姨呀，你是不是脑子坏了呀？想用卖猪的几千块钱就把我姐买了？过年把猪卖了，过年连肉都没得吃，谁敢嫁过去啊？跟猪抢着吃白菜啊？就是当谁吃，自己往火坑里跳啊！你们这群白眼狼，当真良心被狗吃了是吗？我对你们不薄啊，你们却都选择背刺我。李纯，你说什么呢？你待谁不薄？谁又欠你什么了？不欠我。你忘了你去年被人家伤害意外怀孕，不敢告诉你家里人，自己偷偷跑过来求我给你做人流手术。你是真的忘了你当初是如何跪在地上吐苦流涕求我的是吧？啊，露露，你做个人流啊？你连这大的我可没有。李纯，我警告你，饭能乱吃，话不能乱说。小心我告你诽谤，追究你法律责任。我诽谤你大概还不太清楚，当初我保留了给你做人流手术的视频跟片子。既然你要告我诽谤，还要追究我的法律责任，那我就把证据拿出来给大家都看看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你那未曾出世就被你要求要谋杀的孩子，我也替你保留着呢。行，是我的错，是我胡说，别放出来给大家看啊！晚了，我虽有菩萨心肠，但对于忘恩负义的人，我却从不慈悲。我现在就把你当初做人流时的丑态公之于众。李医生，我错了，我求你就饶过我这一次吧！你这个视频发出去，我还这么见人呢！你没脸见人，关我什么事儿？李医生，我真心实意的认错，我求你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行不行？李医生，我求你了，我求你了，李医生。我是真想不明白，明明我帮助过你，你非但不感激，还要选择背刺我。做人讲良心，很难吗？好了，李纯，你能不能别拿你这些小恩小惠来威胁别人啊？不过就是给别人治个病而已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这全世界又不是只有你一个医生，只有你能给别人治病了。露露，你起来，别理他。什么小恩小惠？你是不是最近几个月不痛经了？你又觉得自己行了？你忘了你当初疼得在地上打滚，要死要活的时候了是吗？那又怎样？我要不是看在你帮我治好了痛经的份上，我会跟你在一起这么久吗？哼，我现在也不欠你的了，你别还想赖在我身上。你说什么？说我赖着你？我告诉你，当我还在跟你讲旧情的时候，才是你这辈子遇见过最大的幸运跟慈悲。李纯，我真是受够你了！我受够了你这个自私自利的普信男！现在立刻马上把退婚协议书给我签了！我要跟你们李家断绝关系，从此再无瓜葛！你做你的大光棍去吧！好，我签，我现在就签！我放下我心中的慈悲与感情，让你再去做一只可怜的流浪狗！
妈，这种媳妇儿我不稀罕。你讲什么气话？讲什么气话呀？我还不知道你吗？你和蓉蓉从小一起长大，你们是什么感情？妈不知道吗？还记不记得妈问你长大以后你的梦想是什么？你说你的梦想是娶她。这么多年来，你替乡亲们看病挣的那一点钱，你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，都给她买了礼物。你有多在乎她，妈心里没数吗？是，我当初的确很在乎她，可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她如此虚荣，我还不知道她如此势利，还不知道她如此的无情无义，把她当成了我这一生一定要娶的女人。可现在的她已经不值得我再浪费半点感情，不过是弃之敝履罢了。你说什么？你对我弃之敝履？在场的所有人都看见了，是我在甩掉你，你还有脸说？啊，蓉蓉，你别见怪，是我们小纯她胡说。你是阿姨心里最好的姑娘，也值得我们小纯的喜欢。你要知道，她对你的真心，她可是为了你，连自己的大学都没有去读，深深的让给你了呀。你说什么？我说就是我们小纯她自己没去读大学，让给你了呀。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呀？名牌大学明明是我自己考的，谁让他让了？就是大学还能让？我第一次听说呢，真是撒谎都没个底的。就是闲着岂有此理了！我告诉你们，你们要是再敢造我的谣，败我的名声，我就报警抓你们！错了，蓉蓉，不是把大学名让给你，是当初你们俩都考上了大学，但你们家没钱交学费，你妈就不打算让你去读。小纯知道后就跪着求我把钱给了你妈，她自己就把录取通知书默默的给撕了。你说什么？你说她没读大学，是因为你家把钱借给我了？是的。小纯说，为了照顾你的自尊心，就让我们瞒着你，没让我们告诉你。真是笑话！我堂堂李家村花，名牌大学毕业，我需要他让给我了吗？我需要你们来挽救我的自尊心。我看你们就是故意想让我感激你们，同情你们，好编排故事博取同情。还真是恶心，靠自己的实力娶不到媳妇儿，就不择手段编造谎言来骗。就是个大骗子。没有骗。蓉蓉，你要是不相信，我喊你妈过来，让她来告诉你，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小纯，你给马阿姨打个电话吧。妈，算了吧，过去就当做是我对她的施舍，不用证明了，也没什么意义。你们俩就是在这里唱双簧吧？一个编故事，一个在这里装13，怎么不敢把我妈叫过来，怕露馅是吗？这怎么了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怎么了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亲家母，你回来了，赶紧你说，当初蓉蓉读大学的钱是不是我们小纯让给她的？是啊，没错呀，怎么突然说你这事儿啊？哎呦，亲家母，你不知道啊，你们家蓉蓉嫌弃我们家小纯没出息，求婚礼物送差，要悔婚啊！啊？蓉蓉，你要跟小纯悔婚？我是要跟他悔婚，怎么了嘛？我今天过生日，他就送个几百块钱的戒指来跟我求婚，他这种人，我不该悔吗？就是他呀，还当我姐是当初那个村姑呢。我姐现在是水药集团的高管，还被赵副总追求。他呀，一个乡村医生，连跟我姐提鞋都不配。你胡说什么呀你？你姐有今天，都是你小纯把读大学的钱让给你姐，你姐才成这样。你胡说什么你？怎么？难不成还真是他把上学的钱给我了？我是你妈，我还能骗你不成？人家小纯条件是差点儿，但是人家人好，对你也好啊，你可不能不知道感恩啊！感恩就应该让我把一生都陪葬在一个我不喜欢的人身上，就应该一辈子让我去过穷苦日子，就应该一辈子都让我抬不起头吗？张柔，你还真是有眼无珠，你当真以为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乡村医生？当真以为我只给你买了一个金戒指向你求婚是吗？难不成呢？李春，你但凡有一点本事，我都不会抛弃你跟一个老男人在一起。很好，那今天就让你好好看看我李纯真正的本事。我让你买的万福金店，我还没送到。好，赶紧。他说什么？他买了一个金店。没错，而且已经在来的路上了。不过大概率也不会送给你们，你们啊也就只能好好看看。真是疯了！
还为了虚荣心，竟然连这种谎都撒得出来，这吹的都什么牛啊？跟我求婚，连个3斤都送不起，还扬言自己可以买一个金店。你知道金店值多少钱吗？我没必要跟你争论，因为事实自然会打肿你的脸。你们看到了吗？就是这样一个男人，没又没钱，又有虚荣心。我一个貌美如花上市公司的高管，值得我下嫁给他吗？哎呦，小纯，咱没钱就没钱。马阿姨刚才也说了，她认你这个女婿，你干嘛要吹这个牛？你是啊，小纯，你条件差点，没钱没关系，你不能不靠谱啊。马阿姨，我没有吹牛，也没有说谎。我本来真打算买一家金店当做求婚礼物，请你们相信我的人品跟实力。够了，李纯，算我求求你，让我相信你的人品和实力，不如你抠了我的眼睛吧。我没必要抠瞎你的双眼，因为当你看到结果之后，会恨不得自己抠瞎自己的双眼。我李纯绝非仅是池中之物。我相信，我们都相信，都相信。哎，刘妈、王伯、刘奶奶，你们怎么都来了？还用问？我姐现在是神药集团的高管，肯定是来给我姐庆祝生日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看见没，小郎中，这就是我姐的面子。张扬，你搞错了，我们是来帮你医生的。是啊，李医生，我们是来给你送钱的。这是我卖玉米的1000块钱，来，你收着啊。李医生，这是我卖牛的2000块钱，你拿着吧。李医生，这是我卖鸡蛋的500块钱，收着。这是我卖猪的800块，还有我买菜的200块，还有我的，还有我们的，还有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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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，收下吧，收下吧，收下吧。乡亲们，你们这是干嘛呀？对啊，各位乡亲们，你们搞错了，今天啊是我姐的生日，不是她的。没搞错，我们就是来帮你医生的。哎，李医生，这么多年你在乡下为我们看病，收这便宜的钱，还为我们赊账你就像活菩萨一样保佑我们的平安，你却穷得连媳妇都娶不起，招人嫌弃。我们李城人绝对不做忘恩负义的事。这乡亲们今天都商量了，今天必须得把钱凑给你，把媳妇给娶了。是啊，李医生，你就像我们大家的儿子一样，今天怎么样也让你把媳妇娶上。谢谢乡亲们，谢谢乡亲们，但是这个钱我真不能收，大家放心吧，我有钱，我自己可以娶媳妇儿。你就别客气了，这样是我们的心意，也是这些年大家伙欠你的，赶紧把这钱收了，把媳妇娶了，你过得好，我们也才安心啊。是啊，我们不能让好人没有好日子过呀。李医生，你就收了吧，收了吧。我告诉你们，这钱就算他收了也没有用，我是不会嫁给他的。蓉蓉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是什么意思？这还不明白吗？我告诉你们，就算你们掏空家底、砸锅卖铁、东拼西凑，我都不会跟他结婚。你们凑的这几万有什么用呢？比得过我在城里几个月的工资吗？就凭他这几万块钱还想娶我，根本不可能。蓉蓉，你千万别这么说，李医生可是个好人呐，你嫁给他会享福的。我真是谢谢您了，我一个月薪2万的高管，你让我跟他一个月薪不过3000的乡下医生享福，您这害人也不是这样害的吧？张荣，你真是够了，怎么有点钱就可以飘得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是吗？我就飘，怎么了？你自己没有实力，配不上我，还怪我来了？就是还装13呢，又说什么要把金店买下来，吹牛不负责的，脸都打肿了，还装呢？穷不是罪，穷还装，那就是死罪。李纯，你懂了吗？万福金店出道！万福金店出道！请问谁是李纯李先生？我就是，送过来吧。是。这是在我们万福金店购买的转让合同，李先生说要赠送给未婚妻张荣女士，只要张荣女士在上面签了字就可以了。请问你们谁是张荣女士？我，真的是送给我的吗？好，我签字，我签字。李先生还有什么吩咐吗？这字他不能签，就算签了也没用。李纯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什么意思？你还不清楚吗？我以前把你当做我的未婚妻，所以送给你金店，为你戴上王冠。
但现在你的丑恶嘴脸，别说是一家金店，就是一个猪圈你也不配拥有，因为你与我不配。你说我配不上你？我一个月薪2万的神药集团高管，你一个月薪不过3000的乡下医生，你跟我说我配不上你？就你一个月薪不足3000的乡村医生，怎么可能买得起金店？他们肯定是你请来的托。就是，肯定是托。他一个月入3000的乡村医生，怎么可能买得起金店？他们都在骗人！赶紧打电话抓起来呀！我看你们谁敢抓！看看这是什么？他真是万福金店的老板啊！还有什么疑问吗？要不要打电话问一下黄金协会，证实一下我的身份？问一问我周东强是不是云县黄金协会理事？不用了。李先生，您看，如果取消张荣女士的资格，这份金店您准备赠送给谁呢？送给我妈吧，她含辛茹苦把我培养长大，培育我成才，可我成才之后害怕树大招风，所以选择隐藏身份。如今我居然选择公开身份，那也该让我妈好好享享福了。哎呦，大姐，你好福气啊！真没想到李先生真是深藏不露，真是低调啊！妈，你签字吧，签完字这金店可是您的了。儿子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你真的买下了一家金店？妈，一家金店不算什么，只要妈你喜欢，想要什么，儿子就给您送什么，哪怕是天上的星星，儿子也可以给您摘下来。来，阿姨，您就签了吧。你有这么孝顺的儿子，真是太有福了。好，我签字。那李先生，我就先告退了。你看见了吗？人家小陈多有本事啊！这下好，把金龟婿都搞跑了，你开心了？哎，这有什么嘛？我可是我们村的村花，还是神药集团的高管。李纯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只要你向我道歉，我可以原谅你，也可以答应你的求婚，怎么样？你说什么？你给我机会，让我给你道歉？是啊，这可是我最后的底线。如果你连这个头都低不下的话，那就说明你确实配不上我。赶紧的，小纯，赶紧给柔柔道个歉吧。你算什么东西，也配让我给你道歉？李纯，你还不知悔改？我告诉你，我的耐心可没有那么久。等一下我要是心情不好了，一旦对你失望彻底，你就给我干一辈子光棍吧。你说什么？我要打一辈子光棍？那当然了，你对我迷恋了这么久，不就是因为没有我你活不了吗？你看看现在还有哪个女的能看得上你啊？不好意思，你还真就是自作多情了。我告诉你，我之前愿意娶你，那是你18辈祖宗一起修来的福分，否则只要我李纯点头，就是大夏首富千金也会以嫁给我为荣。你说什么？你说大夏千金都以嫁你为荣？那当然了。周天雪，加油！你对老师的爱一定会打动他的。小雪，好消息，好消息！怎么了，秋菊？那个张荣要推李医生的婚，真的吗？千真万确！太好了，马上给财务打电话，让他准备好清雪集团的股份，还有我的户口本，送来李家村。我要向李老师求婚。马上给财务打电话，让他准备好清雪集团的股份，还有我的户口本，送来李家村。我要向李老师求婚。是，我现在就打。乔姐有令，准备好集团股份和他的户口本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终于让我等到了。苍天有眼，李老师，这一次我一定不会再错过你了。李纯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到底道不道歉？道歉！哎呦，小纯，你就别使性子了，以后你们2个就夫妻了，你还有什么面子啊你？就是啊，小纯，你一个男人啊，你就让女人呗。蓉蓉也是被我们娇惯坏了，你今天大人大量，今天这美好姻缘就成了呀。马阿姨，我知道您是好心，但我现在对张荣已经彻底死心，我跟他之间绝无可能。别说道歉了，就算他现在跪下来求着要嫁给我，我也不会答应，因为现在的他根本配不上我这一生的辉煌。恬不知耻，胡说八道！我告诉你，你就他妈一个乡村医生，有什么脸跟我说人生辉煌，还要求着我嫁给你，做你的白日梦去吧。既然你这么给脸不要脸的话，今日我就在这里表态了，我与他的这个婚约我退订了。
签完之后过你的光棍去吧。蓉蓉，你别生气，有话好说，有话好说。哎呦，小叔，你赶紧给蓉蓉道个歉啊！妈，您儿子是人中之龙，扬名立万，现在的张荣根本配不上我。记住，从现在开始，我是你这辈子都仰望不上的男人。装什么装啊？不就买了一个破金店吗？我的新欢可是神药集团的高管赵副总，他可是来向我求婚的，带着婚房还有别墅。你一个破金店比，算什么呢？就是在这个社会，有点钱又能怎么样啊？还得有名声和地位。赵，那可是神药集团的二把手，论名声跟地位，你一个有点钱的乡村医生能跟他比吗？对对对，赵副总有名声地位，有钱有人脉资源，人家可是富贵阶层，动动手指就把蓉蓉送进药神集团当高管，哼，那可是造神的本事，岂是你一个有点钱就比得过的人？到现在你们还在以为是姓赵的把张荣安排进了神药集团是吗？难道不是吗？难不成你要告诉我是你啊？我早告诉过你，是你跟我说了很多次，你羡慕你的闺蜜们都进了神药集团，我才暗中把你安排进去的。够了，李纯，别再用你那些恶心的谎言来讨好我了。你一个只能在乡下看病的诊所医生，你连神药集团的大门都进不去，你又有何能耐可以把我安进神药集团当高管呢？要是让赵副总知道了你冒领他的功劳，还贬低神药集团，到时候还不知道你怎么死。就是干脆直接把他的营业执照吊销了。对，等会儿我就告诉赵副总吊销你诊所执照。哎呀，这使不得呀！这诊所是给咱们乡亲们看病的，吊销不得呀！吊销不得呀！吊销不得呀！什么吊销不得了？赵副总是谁？那是城里的贵族，敢得罪赵副总，那就是死路一条。谁敢得罪我？赵副总，你终于来了。我说了，我要来向你提亲的，肯定得来了。姐夫，你说这么多礼，这有些什么呀？好，姐夫就让你看看有什么礼。来人，上彩礼。价值300万云县独栋别墅1栋，价值2000万豪华劳斯拉轿车4辆，现金1000万，金条50根。姐夫，你这也太大气了！这简直是太奢华了！你就是我心中最完美的男人，亲爱的，你真是太棒了。怎么样，亲爱的，愿意嫁给我吗？愿意，当然愿意了，10000%的愿意。看见没，小郎中，这才叫做真正的豪门贵族。光是求婚都掏出了房车现金全套呢，羡慕吗？眼红呢？不好意思，就他这样的，老子还从来没放在眼里。小子，你他妈说什么？你自己先想想清楚，你不过就是一个集团区2把手，哪来这么多钱财？万一涉及职务犯罪的话，当心偷鸡不成蚀把米，可是要蹲大牢的。老子生财有道，怎么你嫉妒？你个小郎中也配质疑赵副总？亲爱的，你不是神药集团的副总，医药协会的理事吗？这个李纯敢这么顶撞你，你赶紧打个小报告，把他的医药执照给吊销了呀！没错，这种井底之蛙也敢跟我叫嚣，我这就打电话吊销了他的营业资格证，拿了他的饭碗，断了他的生路。对，姐夫，马上就打。你等着。不要啊，老板，是我儿子不懂事，我让他向你道歉，你千万不要让他丢了饭碗啊！别劝我没有用，我的狠毒远超你的想象，敢得罪我，你就做好死的准备吧。哎，你不能打，不能陷害李医生。不能陷害李医生！你们这帮刁民想干什么？李医生可是医术高超的好医生，是我们李城的大恩人，你不能吊销他的行医资格证。你说了算吗？你们就是一群乡下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的蝼蚁，也妄想干涉我的计划。就是赵副可是神药集团的2把手，你们吃的药都是神药集团生产的，敢得罪赵副，马上就把你们药价提高，让你们吃不起药。你们赶紧给我滚开，离我远点儿！身上的汗味儿要是熏着了
我立刻打电话给集团上涨你们的要价资格。你们还讲不讲道理？药品可是我们老百姓的活路，你想涨就涨。青天白日，你们还有没有王法呀？啊！王法？像我这种有钱有势的，在你们乡下，老子就是王法。好，说得好，那老子就要看看你到底是什么实力、什么背景。老子将你连根拔了！你赶快打电话，让别人过来吊销我的行医资格证。打就打，我还怕你们这？药业协会吗？李村这有个小医生，竟敢挑衅我！你们派2个人过来，吊销了他的营业资格。好，赶紧的，马上就来2个人来收拾你。我等着呢，就怕待会儿是你们失望。哦不是失望，是绝望。装，我还看你能装多久？哎呦，小春，你是不知道城里的人心险恶，咱们没钱没势的，惹不起人家。哎呦，你千万不要硬干啊，这样很容易惹祸的。有钱无钱都得讲道理，更何况我不是刚买了一个金店送给你吗？你放心，我有钱呢。还提金店，我现在都怀疑你不知道在哪儿偷的、抢的、骗的。就是你就是一个乡下医生，怎么可能再有这么多钱？没错，你也给村民们看病，收的都是几块、几十，还让他们赊账，哪来那么多钱呢？显然是来路不正。我不管他来路不正，等药业协会的人来了，什么都没了。活该！愚蠢如你，如果待会儿你知道我到底是什么人，到底有什么实力之后，你就会知道到底是谁活该，而且你是该死的该。真是好笑，你就给我使劲的意淫吧。等你医疗执照被吊销，你的工作结束的时候，你就知道到底是谁活该。谁敢得罪赵副总啊？张科长，这里。赵副总好。张科长，你来的正好。这有一个小小的乡村医生，竟敢跟我对抗，简直是目中无人！你们立刻吊销了他的行医执照吧。那是必须的，敢得罪赵副总，就算他是2郎神，我今天也得盘了他。就是你得罪赵副总是吧？是啊，怎么了？岂有此！你不知道赵副总什么来头吗？我不知道，要不你跟我说说。赵副总可是神药集团2把手，医药协会理事，是整个云县都叫得响的人物，是你得罪得起的吗？科长，别让他废话，直接把他执照吊销了就是。行，赶紧把行医证拿来。哎呀，这位领导，我求你高抬贵手，我儿子好不容易才当上医生，有口饭吃，你要是吊销了他的营业执照，他的人生可就毁了呀！活该！赶紧把你证件拿出来。哎呀，领导，医生他是好人，他没有错啊。对，医生是好人，他没有错。反了！你们是想造反，反而公务是吗？就是，你们谁再多管闲事，把你们给抓起来，都他妈去坐牢！赶紧把行医证拿出来。你确定要我的行医资格证？废话，我再跟你说一句，把行医证拿出来，否则你就是非法行医。行，你厉害，我倒想看看你到底能做什么。哟，看不出来啊，你还是医学中心教授啊？怎么可能？他一个连大学都没有读过的乡巴佬，怎么可能是医学教授？怎么不可能啊？现在伪造学历的人多着呢。就是，管他真的假的，就算他是真的医疗中心的教授，又能怎么样？还不是在乡村当一个土郎中吗？就是他一个没钱没背景还不知道人情世故的乡村医生，就是有学历了也是白搭。好了，李纯是吧？我现在以医疗协会的名义通知你，你行医无德，从现在开始正式没收你的行医证，吊销你的行医执照，从今往后你再也不能行医。如果擅自行医，我们将会追究你的法律责任。不要啊，领导，求你放我儿子一条生路吧！我跟你跪下了，我求你！妈，你干什么呀？他们奈何不了我的。儿子，你就别接了，你赶紧回去跟领导道个歉吧，不然你这辈子可就毁了。是啊，李医生，赶紧给领导赔个罪吧，要不然的话，你的饭碗就保不住了呀。是啊，乡亲们，不用为我担心，也许他们
仗着自己有点来头，便可以嚣张跋扈。但他们惹的是我，我必为大家除暴安良，伸张正义。什么？你要伸张正义，除暴安良？你没听错，你真是要笑死！你知道谁代表正义吗？我作为医学研究院教授，为了振兴乡村，选择来乡下治医。我来李村3年，从来没发生过一起医疗事故，所有疾病那都是药到病除。你们无故没收我的行医资格，那就是在犯罪。你一个小小的乡村医生，也有资格指责我？就是，我这是脑子进水了，分不清谁是大小王了，是吧？哎呀，领导，你真的不能吊销李医生的行医证啊！李医生真的是好人啊，他不但医术高明，而且还收很便宜的钱，让我们老百姓都看得起病。他如果是有什么事，我可以拿命来保他。对，我们有性命担保啊！不可能，他犯了事儿，得罪了赵副总，今天神仙来了也保不住他。看到了吧，小郎中，你和我之间的差距，我一句话就可以断了你一世的前途，这叫实力。亲爱的，你也太厉害了，还好我把他踹掉的早，不然我丢脸可丢大了。看来我很有必要打个电话，让你们知道我到底是谁。你还能打电话叫人啊？我今天倒是要看看你能叫来什么人。待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岳连城，你有手下要吊销我的行医资格证，你看着办吧。啥？岳连城？你打电话的是岳连城？岳连城，那不是云神医疗协会会长吗？他会认识岳会长？你信吗？人家岳会长可是省医疗的领导，我堂堂云县医疗协会理事都没有机会见他一面，他一个小小的乡村医生也配认识岳会长？就是，一听就很假。岳会长是什么人？他说叫来就叫来，还是那种命令的口气，真拿自己当根葱了吧？不管了，反正他的行医证已经被我收了。小周，你去他的诊所把封条贴上就完事儿了。是。哎，不要，领导不要去贴封条啊！是我儿子不懂事，我代他向你们道歉好不好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妈，我真是大人物，而且是他们惹不起的大人物。他们今天遇到了我，真是踢到铁板上了。还踢到铁板了，那我今天就踢了，赶紧把他诊所给我封了！我看谁敢封！清雪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谁呀？你想干什么？我是李教授的学生，也是他的女朋友。什么？你是他的学生，还是他女朋友？女朋友？师生恋呐！师生恋可是违法乱纪的，给取消了他的学历学位。立春，看不出来呀，表面上斯文，看着人畜无害的，没想到竟然利用职务便利，跟学生谈起恋爱来了，真是个斯文败类啊！岂止是斯文败类，你看阿姐，他之前跟你可是有婚约的，现在居然跟学生有染，这赤裸裸的是出轨！立春，你这是出轨呀！我告诉你，举头三尺有神明。你别以为你做的人不知鬼不觉的，没想到吧，人家现在都找过来举报你了，你就给我等着身败名裂吧。清雪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你怎么乱说话？老师，我都知道了，他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公然毁你的婚，根本配不上你的用情之深。没错，他的确配不上我。所以说，老师，这世界上还有哪个女孩比我更爱你，比我更配得上你吗？这女的从哪里冒出来的呀？竟然敢贬低我，高抬她自己。我想起来了，她是那个今天申请到李村来支医的医学中心职员。什么？清雪，你也来李村支医了？是的，老师，我说过，这辈子无论你在哪儿，我都会一直追随你的脚步，无论狂风暴雨。我都会做那个一直陪伴、守护你不变的雕塑。恶心，你是真恶心啊！我就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女的，竟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求着跟个男的，是怕自己没人要，还是怕嫁不出去啊？不至于吧？看着也不差呀，长得也挺漂亮的，难道是精神有问题吗？居然看上一个乡村医生，还这么低声下气、卑微。你们知道什么？
老师的优秀是你们这群势利眼穷其一生都达到不了的高度。是吗？哎，什么虎狼之词这么骇人听闻啊？我倒是很想听听啊，他是有什么优秀的，居然能让我一个堂堂医药科科长仰望？就是，我倒是想要知道，他一个乡下的乡村医生能让你吹出什么牛来？好啊，既然你们这群鼠目寸光的东西想知道老师的优秀，我不妨告诉你们，李纯，李教授，我的老师，你们眼中平平无奇的乡村医学生，他是全世界唯一一个不上大学，靠自己的努力自学成为全世界顶尖医疗中心的教授，成为博士生导师的人。仅此而已吗？我听着也没什么呀，多少人自学成才，他又算老几啊？没什么，他今年才年仅26岁，而他成为世界顶尖医学中心教授，我的博士生导师的时候才年仅21岁。你说什么？他21岁就成为博士生导师？没错，21岁，就是21岁。试问天下，有谁能在21岁成为大夏顶级医疗中心的博士生导师？还有谁？不可能，荒谬！我告诉你，你向别人吹嘘，可能还会有傻子相信。但可惜，我跟他同村，从小一起长大，他的一切我都清清楚楚。他18岁高中毕业，本来考上了一个2本大学，但因为把钱借给了我，所以他就失学外出打工去了。所以他怎么可能21岁就成为人生导师呢？你这真是一个弥天大谎！你也有脸说他把所有学费都让给你了？别在这里跟我扯有脸没脸的，我现在就是在说你为他吹牛这件事情。你说的这件事情，21岁成为人生导师就是一个弥天大谎。你好了，接下来让我来说吧。张荣，你当真以为当年我只考上了一个普通2本是吗？那不然呢？你的录取通知书我又不是没有看过，你还想编出个什么弥天大谎来？好，那我现在就告诉你实话。其实我很久之前就发现了自己天赋异禀，但又不想把你甩得太远，怕你难堪，怕你自卑到觉得配不上我，所以我选择隐藏自己的实力。在我10岁的时候，我就用化名在网络上出版了小说；12岁参加蒙面歌王，被誉为神童；16岁在全球上发表了科研论文。到了高考的时候，我为了跟你上同一所大学，我含泪放弃了本就可以就读的世界顶尖学府，将着你的能力考了一个2本。这也是为什么我把我的学费让给了你，选择我自己不读大学，因为我知道就算我不读大学，以我的能力也可以成就一番事业，所以我把大学的机会让给了你。后来我一个人悄悄去了大夏顶尖的医疗中心应聘，他们的态度跟你们一样傲慢。可当我拿出中西医结合治疗肺结核病的方案之后，他们震惊了，立刻聘请我为博士生导师。所以这些年来，并非我李纯不优秀，而是我怕你自卑，怕你难堪，故意隐藏了自己的实力。到现在，你居然还敢瞧不起我！精彩呀，真是精彩！我告诉你，李纯，要不是你这些年一直来讨好我，一直想用最便宜的彩礼来骗婚，还有一直生怕失去我还真就差点被你这编的故事给感动了。你知不知道，这骗婚可是犯法的呀？你还真能编呢！你怎么不去当编剧呀？要不然我给你介绍去6亿呀！就太可恶了啊！一个知医找另外一个知医在这儿逢场作戏，明明就是一无是处，偏偏要觉得自己无所不能，而且还恬不知耻，骗自己的学生谈恋爱，还好意思拿出来炫耀。说什么？我老师的人品，犹如天上的皓月，岂有你质疑？他在我心里一直是白月光般的存在，只是他从未接受过我的爱意。你说他未曾接受你的爱意，那你凭什么说你是他女朋友？凭我比你强，比你优秀，你负了他之后，他一定会喜欢我的，是吗？你说你比我厉害，比我强，我告诉你，你说这个话的时候，你知不知道自己是多么的愚不可及，井底之蛙？你知道我姐是什么身份吗？无名之辈，我怎么能知道？要不然说出来让我惊艳一下。行，张开耳朵给老子听好了，我是2本大学毕业的，是咱们李村的村花，是神药集团的高管。怎么样啊？惊呆了吧？惊呆了吗？要不
你再听一下我的履历。行了，我看你能说出什么花来。你们给我听好了，我周金雪自小聪明伶俐，8岁便算出了3次元方程，被誉为神童。12岁就跳级读书，仅用4年就学会了初高中全部课程，考入大夏第1京都学府，被誉为京府大学第1校花。后来在路上看到老师抢救病人，喜欢上了他，转金融管理而学医，进入了他的实验室，陪伴他左右。后来老师志存高远，下乡之一，我为了配得上他的品行和人格，日以继夜的研习医术，终于在前天获得了世界神农医学奖。迄今为止，我是第1个年满21岁就获此殊荣的医科大学生。如今已经有世界300多家顶级大学和医疗机构重金聘用我，我拒绝了这些聘用，追随老师的脚步，下乡之一。怎么样？你说我比你姐经验吗？做什么？你是神童啊！京都大学的校花，还荣获了神农医学奖，名副其实。拉倒吧！你要是真这么厉害，能看上李纯这样一个乡村医生，更何况还是一个被我踹掉的男人。你们看不上他，不是因为老师不够优秀，而是因为你们眼瞎。够了！你们这些无能的谎言制造机，要不是自己没本事回来乡下支教，还不是自己没背景没机会，在这装什么装呢？哦，没背景没机会。刚刚啊，我怕吓到你，还特意隐藏了我的另一个身份。我爸叫周云农，之前世界财经杂志公布了他的身家9630多亿美金，折合人民币5万多亿，世人称他为世界首富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你爸是世界首富？哎呦，你可要点脸吧！冒充神童校花也就算，还敢冒充世界首富？你是真当我们这些乡下人消息闭塞，什么都不知道吗？就是，你骑来那电动车不会是飞机改造的吧？算了，金雪，没必要跟这帮鼠目寸光的人争辩，浪费口舌。别呀，多说一点，好让大家乐呵乐呵嘛。对，多好的小丑，比那个经典小丑店里面的小丑演得还要好啊！演得确实好，奥斯卡都欠你一个影后啊！那还用说吗？人家可是骗子呀，演技那当然好了，那不然怎么可以骗到人呢？科长，已经给李纯的诊所贴上封条了。好，看他还假装教授，假装名师，好好的去种田吧。李老师悬壶济世，高风亮节，你们竟然封了他的诊所，我要撤了你的职！什么？你要撤了我们的职？你真以为自己是拿了神农医学奖的首富千金吗？首富千金以金雪集团100亿股权向李纯医生求婚。秋菊见过小姐。这怎么回事啊？首富千金向李医生求婚，我没做梦吧？你没做梦，你是疯了啊！你是脑子进水了吗？竟然相信首富千金会向一个乡村医生求婚？就是啊，刚刚他还说自己是首富千金呢，结果现在又来一个，搞啥呢？怎么当众打脸，说不出话了？我倒是要看看到底是打谁的脸。向李医生求婚的彩礼已经送到，你看。好，送上来。是。这是按照你吩咐的，是小姐你的户口本。这是云省云顶山价值1000万的限量款别墅，这是全球限量款海陆空3星越野，这是你金雪集团的100亿股权转让书。老师，这4份里，第1份代表我的人生和命运，我把它交给老师；这第2份代表着我想和老师有一个温暖的家，双宿双栖；这第3份是我想开着越野车，带着爱和老师你走遍全世界，无论天涯海角。不离不弃。这第4份礼是我的事业，也是我全部的财富。今天我就想用这4份礼向老师你求婚，还望老师你能够答应。金雪，你这是何必呢？你是堂堂首富千金，神农奖获得者，前途无量，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乡村医生。老师，你是个乡村医生，但是你并不普通，只有我知道你的才华无人能及。要不是你淡泊名利，志存高远，这神农医学奖本该是你的，你才是那个世界顶尖医疗机构都可望不可及的存在。我知道用这4份礼向你求婚玷污了你的品格，但是它确实是我的一片诚意，还望你能答应。
这是真的吗？这姑娘她是首富千金？是的，虽然他们有眼无珠，以为金雪是冒充的，但我知道是真的，因为她曾经是我的学生啊！竟然是真的，她是首富千金，那这么好的姑娘，你赶紧答应啊！哎，答应！谢谢阿姨，谢谢各位乡亲们。要是李老师能答应我的求婚，我就让爸爸出资1个亿兴建李家村，让大家都住上大别墅。金雪，这样收买人心，怕是不好吧？老师，我的一片真心你是知道的。这世间男子千千万，可是我独爱你一个人。如果你不答应，我就如花般凋零，你就再也见不到我了。儿子，你赶紧答应啊！他比那个江柔好多了，还对你一片真心啊！答应吧！金雪，你知道的，我虽然有一身才华，但我淡泊名利，远离世间繁华。我一心只想做一个治病救人的医生，因为那个才是我做人的价值。你跟着我会吃很多苦的。我知道的，我都知道的。正是因为这样，我才如此狂热的痴迷你。你的品格让我看到了光，在你身上，我看到了真，看到了爱，我也看到了你一生的坚守。我已经拿到了李家村之一的名额，我也做好了这一辈子陪着你在乡下的准备。太好了，这姑娘真是太好了！哎，是的，可以这么说，这是我见过的最纯真、最美丽的姑娘了。对，简直跟我儿子是天造地设的一双。儿子，你还犹豫什么？你赶紧答应啊！你再不答应，妈都不认你这个儿子了。金雪，看来我妈很中意你这个儿媳妇呀。那还用说吗？刚才有的人还只是什么高管，就嫌弃你如婢女。这姑娘，她不仅是首富千金，她还愿意和你一起吃苦，傻子才不答应呢。老师，你就答应我吧，让我做你的女人。好，金雪，我李纯愿倾尽一生娶你。老师，你答应了，你真的答应了，太好了。正如你所说，金雪，其实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我就心动了，但我一直远离你。第一是因为我是老师，你是学生，我们不合适。第二是我答应过峥嵘，以后要娶她，如果她不负我，哪怕我遇到比她好1000倍万倍的女人，我也不会离开她的。所以我才会一直远离你，对你冷淡。峥嵘，很感谢你的有眼无珠，以为选择了靠山，嫁给了一个老男人，让我看清你虚伪的嘴脸，也让我能遇到一生当中的最爱。演戏还真演上真的了。他说他是首富千金，他就是呀。我还说我是秦始皇呢，有人信吗？果然，让心胸狭隘的人承认别人的优秀，这很难。金雪，把你的资料调出来，让他们睁大狗眼，好好看清楚。好的，老师，你们睁大你的狗眼看好了。周金雪，帝都大学第一校花，世界医学神农奖的获得者，首富周云农的女儿。怎么样？我的简介上都写得清清楚楚，相片也在上面。还是说你们眼瞎看不见我的美丽？好像真的是她。是什么事啊？你也不动动脑子想一想，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一个首富千金嫁给一个乡下医生呢？就是，而且还是这么跪舔式的低声下气啊！也是啊，可是照片确实是她呀。确实香，你看看他刚刚那个照片，这里面的女孩子多么高贵，多么的春风得意。你看看他，像个什么啊？骑个电动车来，衣着朴素，十足的农民。真当以为能骗过我呢？我可是读过大学的，有文化。对，肯定是他知道自己和周氏千金啊长得一样，他借此发挥。我才不信呢，一个千金小姐会下嫁给一个乡村医生。你们这群有眼无珠的东西，真是放肆！神药集团的副总裁是吧？我现在就打个电话，让人把神药集团收购，让你滚蛋！什么？他说他要收购神药集团。金雪，惩戒小角色不用这么麻烦，我已经做好安排了。老师，你后面有什么安排呀？我已经让云省医药协会会长岳连成亲自过来了。哦，老师，你和岳会长也有交情啊？你们没对好台词是吗？啊，还有这么大的关系，你不知道？看来他们吹牛都是各吹各的。不是说打过电话了吗？哎，别着急，说不定这人呢，一会儿就从天上掉下来了，也说不定啊。从这地基里面爬出来，爬呀爬呀爬呀爬。
你们作死的样子还真是人神共愤。行，我现在就打电话把你这个神药集团高管的职务撤销了。打！你就继续装，我进神药集团的高管，跟你屁毛线关系都没有。没错，明明是老子安排进去的，你还敢在这冒充啊？喂，菩萨大人，还记得当初让你安排进神药集团当高管的张荣吗？怎么了，菩萨大人？立刻取消他的名额。是。很快你便会梦想成真，再回到小山村的。你少在这里丢人现眼了，那可是我亲爱的赵副总大人，帮我走关系近的，你当着他的面还在这里冒领功劳，你真是不要脸。谁不知我姐夫是神药集团的副总，要安排个人进去啊，那就是轻而易举。你竟然说你个小小的乡村医生能安排人进去？没错，他要是吹别的牛啊，我还半信半疑。现在竟然抢起了我的功劳，简直是令人发指。等月连城一到，你也一样会被丢官罢职。让我滚蛋？好啊！如果我今天滚蛋了，我当着所有人的面，我给你跪下磕头，我当着所有人的面给你倒立拉屎。不是说要撤我的职吗？怎么这么久了还没有？赶紧的呀！什么？大人，为什么呀？不知道，集团高层指示，就这样吧。怎么了，亲爱的？啊！集团高管指示，我被撤职了。啊？什么？岂有此理！什么集团高层？老子是集团副总，我就是集团高层。谁给你打的电话？集团人事总监。行，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，反着他呢。喂，赵副总，是你刚才打的电话撤销了张荣的高管职位啊？是的，怎么了，赵副总？岂有此理！你不知道张荣是我的人吗？你竟敢撤他的职！还有，你说什么高层决定？我就是集团高层，我怎么不知道啊？你是不是不想干了你？是董事长亲自下令，我也没办法。什么？董事长亲自下令啊？不可能！为什么？董事长很生气，我也不敢问为什么，只敢执行。就这样吧，赵副总，有问题你问董事长。喂，亲爱的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怎么了？你跟我们董事长有关系啊？不好意思，我不认识你们董事长，有没有可能以他的段位还不够资格跟我认识？也对，像你这种平平无奇的乡村医生，怎么可能认识我们董事长？这肯定是误会，肯定是巧合。可是亲爱的，我已经被撤职了呀，怎么办？哎呀，没事，宝贝，等我回去跟我们董事长吃个饭，好好说道说道。我跟董事长20年，立下了很多汗马功劳，他一定会给我这个面子的。你还在掩耳盗铃？你明明心里清楚，张荣进神药集团根本就不是你安排的，你为什么还要装？怎么？你觉得欺骗女人很好玩是吧？还是说欺骗愚蠢的女人更好玩？小子，你今天差点坏了我的好事，你是非要和我作对是吗？你说什么？我破坏你的好事？难道你忘记了你是如何践踏我一个小小的乡村医生的？带人过来吊销我的行医资格，还让人封了我的诊所，你的行为这就是嚣张跋扈、无法无天。就是医生下山之一，为我们老百姓看病，多好的医生啊！你们还打压他，你们还是人吗？啊！你们还有良心吗？反了！你们给我住口！你们是想造反吗？你是想煽动群众，干扰执法是吧？事到如今了，你还在用老气横秋的语气跟我说话，当真是神仙来了都救不了你。你少唬我了！你不过会治点病，煽动几个人，真以为我会怕你？我背后是整个医药学会，得罪我不仅会吊销你的行医证，还会让你在整个社会都无法立足。就是你以为你是谁呀？以为自己连一个科长都可以抗衡是吗？是吗？好厉害呀！区区一个科长就可以如此无法无天，轻易毁人前程，断人生死。看来百姓苦你们这种祸国殃民之人久矣，今天我就要硬刚你们这种黑暗势力，还我大国一片朗朗乾坤。好，今天就看看谁刚谁。喂，通知整个医药行业，帮我封杀一个人。对，李纯，一个狂妄的乡村医生。通告下去，告知全行业，以后谁敢收留他，就是包庇犯罪。哎呀，领导，
你就过来呀！我儿子虽有错，但罪不至死啊！妈，别担心，他们动不了我分毫。打电话封杀我是吧？赶快打，告诉对方我叫菩萨李屯，求他快点封杀我。什么？你是菩萨？那我就是如来佛祖。不，我可没这样说。我呢，只是一个普通的乡村医生，只不过世人如此赞誉我而已。你别否认，我们都听见了，你刚才就是冒充菩萨大人了。你们都听见了吧？对，我们都听见了。对，是的，都听见了。我好害怕呀！我真是罪大恶极呀！小子，你不要太嚣张，你大概还不知道菩萨大人是什么来头。他可是整个医学的神话，他在海外救过难民，在战场上救过伤员，他还发明了多种抗癌药，创造了无数医学的奇迹，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，是世界膜拜的神，所以人们才赞誉他是大慈大悲的菩萨，而这也是对医生这个职业最高的赞誉。而你竟然冒充他，诋毁他，你死定了！就是，连菩萨大人这么品德高尚的人，你都敢冒充啊！这下好了，可以名正言顺的让药业行业封杀了他。老师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虽然我对您的崇拜之情也犹如滔滔江水，但是菩萨大人才是真正的天上皓月，他是我们医学者的鼻祖和发明家，而且他的丰功伟绩简直是数不胜数，他是我们整个医药行业之光。您万万不该冒用他的身份。秦雪，谁说我冒充了？我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我就是菩萨李纯。老师，你可不要乱说。秦雪，认识我这么久了，我什么时候乱说过？老师是那种为了吹嘘自己就乱说话的人吗？难道你真是那个当时犹如神一般的男人？秦雪，就算我骗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不会骗你的，因为你不仅是曾经我的学生，更是我如今的爱人。李纯，我第一次见到这么恶心的当众 PUA 人家，我就说嘛，这首富千金怎么可能会看得上一个乡村医生？原来是被 PUA 的呀！原来是这么回事，我就说了啊，他呀，一个乡村医生，怎么能让人死心塌地的帮他？原来是他的心理学比他医术还高呢！冒充菩萨大人，还 PUA 首富千金，简直就是医学界的败类。好了，现在我不仅可以吊销你的行医证，我还可以去申请给你治安拘留。哎呀，张科长，赶紧申请执法来抓他吧！这种医学败类太让人恶心了。好，我这就向领导报告。不用打电话了，这岳连城不是马上就到了，你可以亲自跟他汇报。你真以为我会信你吗？你能打电话把岳会长叫过来？就是，还想当众 PUA 我们呢？做你的白日梦去吧！就是，你一个小小的乡村医生，如果能把岳会长请来，我当所有人的面我吃屎！岳会长到！会长怎么过来了哈？会长大人，您怎么到这穷乡僻壤的地方来了？也不打电话通知我一下，我好去迎接您啊！你怎么在这里啊？我在处理一个犯事的乡村医生。处理犯事的乡村医生？谁呀？我。对，就是他，会长。他呀，不仅煽动群众，触怒我们医疗部门，而且冒充菩萨大人，还 PUA 首富千金，其恶行简直令人发指，罄竹难书啊！会长，会长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还问我怎么了？你知道你自己干了什么蠢事吗？我不知道啊，还请会长大人指教。不好意思，你见的蠢货啊，我指教不了。岳连城见过菩萨大人。菩萨？难道李教授他真的是菩萨？他真的是菩萨大人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他怎么可能是菩萨大人？是啊，他明明就是个乡村医生，怎么可能是菩萨大人啊？胖子，你们是在这一本会长吗？菩萨大人，
您是我属下，要吊销您的行政，说的就是他吧？没错，你应该清楚吊销我的行医资格证意味着什么。混账天骄，你知道菩萨大人的行医证意味着什么吗？对不起，会长大人，我不知道他是菩萨大人啊！你不知道？难道他是普通医生，你就可以随意吊销他的行医证吗？你告诉我，你吊销他的行医证的理由是什么？难道他是出了医疗事故，还是有什么品行不端正？我是赵副总打电话要我来的，是他得罪了赵副总。赵副总是谁？是我叶会长，我是神药集团的副总赵志远。区神药集团的副总，摆这么大官位，你知不知道？就算你们的董事长到了我面前，也是一个点头哈腰的货色，你有什么资格吊销他的行医证？就是，你知道菩萨大人的行医证救治过多少人，有什么样光辉的战绩吗？那可是代表大夏医学的丰碑，万千健康的福祉，你竟然要给他吊销？会长大人，我错了，会长大人，我真不知道他是菩萨大人啊，是我有眼无珠。我要是知道，哪怕向天借胆子，我也不敢得罪他呀，会长大人。是啊，会长大人，我们真不知道他就是菩萨大人的，要是知道，我们就借了道也不敢得罪他呀。我是名人，就不敢得罪；我是普通人，就往死了整。你看看你们这一副恃强凌弱的丑恶嘴脸，你们这种人尤其可恨。你说的是，菩萨大人，您看该怎么处理？仗着地位迫害无辜，需要怎么处理？还需要问我呀？明白。立刻传我的命令，撤销科长张龙信的职务，并追究职务犯罪，依法逮捕，归案审讯。另外通知神药集团，立刻启动对副总赵志远的渎职调查。好了，你们可以回家等待你们的命运审判了。叶会长，不要啊！叶会长，求求你了，我爬了半生，我才爬到今天这个地步啊！求你饶了我一回，我以后甘愿给你当牛做马呀！是的，会长大人，求你也饶我一次，我也愿意为你做牛做马呀！像你们这样的混账东西，也配给我做牛做马？滚！滚！菩萨大人，菩萨大人，菩萨大人，求求你，你帮我们求求情嘛！菩萨大人，你求我干什么呀？你不是神药集团副总，安排张荣进了神药集团当高管吗？你不是比我厉害，要压我一口吗？不是，我乱说的。张荣那高管媳妇不是我安排的，我骗他的。你说什么？你说我进神药集团不是你安排的？废话！神药集团的高管，那都是董事长亲自下令才行。我有什么权利给你安排？那你为什么说是你安排的？我就是看你有点美色，我想试你。谁想你这么蠢呢？这不能怪我呀，自己主动投怀送抱的。好你个王八蛋，竟然敢骗我的身体，看我不打死你！怪我们啊？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别了！别在这丢人现眼了！我什么都没有了，你别管我妈！你个丢人现眼的玩意儿！人家李晨多好的女婿啊，那可是全天下都敬仰的神医呀！你居然嫌弃人家就抛弃别人，你，哎呀，我是死活的劝不醒你还有脸在这装可怜！哎呀，小春，都是我们错了，你对我们那么好，可是我们……阿姨，别难过，个人的选择有个人的命。李纯，真的是你帮我进的医药集团吗？我也不确定，不如我打个电话问问。菩萨大人，还记得张荣这个名字吗？记得呀，不是菩萨大人，你让我安排进神药集团当高管，然后今天要把他撤职的吗？怎么了，菩萨大人？您还有什么吩咐吗？没有了，只是问问，先这样。现在，你还有什么疑问吗？为什么是你？为什么是你？现在你还觉得过去是我在舔你吗？我给你送了一个几克的金戒指，向你求婚，是因为我穷吗？
你还会觉得我配不上你吗？不，李纯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我以后会一定像你以前对我好那样对你好，千百百倍的对你更好。别白日做梦，张荣，曾经有一份真挚的感情摆在你的面前，可你觉得那只是一份垃圾。可如今这份垃圾变成价值连城的古董之后，你觉得你还配吗？何况你看到了我现在的真爱了，她不但善良，有钱有才，还比你漂亮，比你好了不知道有1000倍万倍。我就算瞎了眼也不可能看上你，何况我目光如炬，赶紧滚出我的视线，别脏了我的眼睛。对，是我蠢，但我当时被这个男人给骗了，我的身体全被毁了，我要杀了你！干什么你？啊，你个泼妇！妈的！哼，你个贱货！当初他妈上赶着跟老子睡，你们赖谁呢？还有你，你他妈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！呸！菩萨大人，求求您再给一次机会吧！滚出我的视线！另外，别忘了把狗圈的狗屎吃干净。您放心，我一定吃的干干净净。你们是？我们是。我们找一个人。找什么人？李纯，李医生。我就是。有什么事儿吗？我有点私事想跟李医生聊，其他人都散去吧。班长，李医生可不是你们认为的普通医生，你们不要轻举妄动。我不管你们什么来意，你们必须说明来意和身份。我爸是周云农，李纯他是我的未婚夫。如果你不表明身份和来意，你别想靠近他。我的身份与来历，只能跟李医生说。李医生，麻烦继续说。什么事儿？说吧。我一直在找一个人，我想李医生应该认识这个人，所以想请李医生帮忙一起找一找。谁？菩萨。李医生认识。你找菩萨有什么事儿吗？首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龙首，大夏特工部长老。久闻大名，大夏特工传奇将军，不知长老找菩萨何事？1个星期前，大夏最神秘的特工之王在为国家窃取一份绝密情报时，遭遇敌特围攻重伤，随军战友拼死救出，但因身中数弹，伤及神经组织，至今未醒，也就是医学意义上的植物人。大夏传奇特工，莫非是龙岩？没错，龙岩为我们国家立下了汗马功劳，而且这一次他所窃取的情报关系到海外势力的恐怖袭击计划，所以想请菩萨先生出手相救。我听闻过李医生的一些信息，猜测李医生就是隐姓埋名的菩萨先生。没错，我就是菩萨。那还请菩萨先生出手相救龙焰。既是国家英雄，为了国家利益，我应当义不容辞。刚好我对于治疗植物病人有相关经验，这类疾病跟其他疾病不一样，没办法靠自身吸收药物，全靠外界刺激或者病人的自身意志。我只有50%的把握，哪怕只有1%的机会，那也是机会。还请菩萨先生相助。好，长老，带路吧。谢菩萨先生，请。稍等一下。各位乡亲们，我有事情要处理，就先告辞了。今天在这里发生的事情，大家千万不要对外提起。我呢，叫李纯，只是一名普通的乡村医生。关于菩萨称号，一定要替我保密，一旦泄露出去，可能会有很多居心不良的人给大家带来麻烦。大家一定要记住。记住了，记住了，我们记住了。老师，你要去哪儿？我和你一起。长老，这位是我的未婚妻，也是神农奖获得者，让她一块儿去吧。很欢迎啊，周金雪小姐，我在获奖现场见过她。就是听他在台上说起您比他更强，我这来找你。看来都是缘分。妈，等我忙完就和金雪举行婚礼，到时候大家都来喝喜酒。好。
一定到！好。走。哎，医生，你可要回来跟我们乡亲们看病啊！一定要回来，我还等着你回来看病呢。一定会的。走。没想到，李纯竟然是当今世上最神秘、最传奇的男人，我竟然把他弄丢了。哎呀，这下亏大发了呀！这菩萨大人可是全世界都要仰望的存在，他的钱10000辈子都花不完，简直比以前的印钞机还要更赚钱呢！他要是当了我的姐夫，我这辈子不就大富大贵了吗？哎呀，后悔呀，我后悔呀！你们两个这个败家玩意儿啊！我这么好的女婿被你俩弄没了！不是，哎呀，亲家母，要不你再去劝劝，原谅蓉蓉一次。我也没想到我儿子这么优秀，连首富千金都追着求着嫁给他。他也为蓉蓉付出了那么多，是蓉蓉自己没有珍惜。我觉得他是不会回头了。哎呀，是的，我们大家都不愿意李医生回头，李医生只有和周小姐在一起才是天作之合呀！啊！是啊，和周小姐在一起才是天作之合呀！对，天作之合。老师，你能抱着我吗？这不好吧？将军他们还在前面呢。菩萨先生，我是背对着你们的，我可什么都看不见啊。就是，菩萨先生，你慈悲为怀，救人无数，也该柔情似水才对嘛。他们说的，好像还挺有道理。首长好，严哥，一定要醒，一定要醒啊！首长，菩萨先生，您帮忙看看。什么？他就是大名鼎鼎的菩萨，那严哥有救了，有救了！菩萨先生，严哥是我们国家的英雄，你一定要救醒他。这件事情我一定会竭尽全力的，但不敢打保票，因为植物人的苏醒需要某些极致的因素，包括别人的信仰、别人的意志、医生的方法和某些极好的契机。我只能说，我一定会尽力的。但如果救不醒，还请不要责怪。毕竟医学虽然有奇迹，但没有绝对的起死回生。菩萨先生，不要有太大压力，尽力就好。行，我替他看看。清雪，你也可以看看。好的，老师。清雪，有发现吗？受枪弹所伤，以及重度脑震荡，生命体征微弱。我甚至可以理解为只有一丝意识尚存。不错，看来最近提升很大呀，观察得如此细致。菩萨先生，可有办法？清雪，有治疗方案吗？对于植物人的医治，我也是首次经验，还得向老师学习。老师，你有什么方案吗？我觉得可以尝试音乐疗法。音乐疗法？是的，我最新研究发现，一个人生命当中最强大的力量，当属于精神力量的支撑。当一个人体内精神力量越旺盛的时候，他的免疫力会达到峰值，可以灭杀病毒。也就是说，精神力越旺盛的人，其体内的能量如奔流般强大。反之，当一个人越害怕恐惧、越萎靡的时候，他的抵抗力就会急剧下降。所以，根据我这个逻辑，我觉得精神力量才是生命密码。而在好的精神力量当中，文学、音乐、影视等诸多艺术都可以产生精神力量，但文学和影视需要视觉观看，显然不适用于植物病人，所以我觉得可以尝试音乐疗法。老师，你不愧是我爱慕和钦佩的人。听了老师的一席话，我的爱慕之情犹如江河之水，激流奔涌。我又悟了，老师，那现在我们有什么办法吗？在他耳边
放一首当兵的人，然后再备选几首军歌试试。立刻安排。是。当兵的人就是不一样，头挣脱边关的明月，身披着浴血风霜。菩萨先生，怎么样？没有反应，看来军歌不是他内心的力量。将军，他以前待过什么地方？对哪里最为熟悉？他曾经在高原地带待过将近10年，接受魔鬼式训练。好，给我拿一把笛子过来。去拿。是。老师，还是没反应。将军，麻烦找几个会口技的人过来，给我模仿枪炮声，激烈的枪炮声。立刻安排。是。老师，你辛苦了。没事儿，作为医生，治病救人是责任，也是荣耀。菩萨先生别有太大压力，尽力就好。将军，实话实说，我以前救人从来没有压力，但这一次是有压力的，因为他曾经是一个活生的人，是为国为民的国家英雄。他护了我们的安全，但我们却没法保证他的安全，我心怀愧疚，所以今天我一定会竭尽全力把他救醒。谢谢菩萨先生，谢谢菩萨先生。将军，您如此关心自己的部下，真是一位好将军呀。首长，口技师傅带来了。菩萨先生，您吩咐吧。你们左右各2个，帮我模仿战火中的激烈枪炮声，记住要激烈惨烈。是。开始。快看，他手指动了！动了，真的动了！继续，加快节奏。不行了，不行了，快别切了。你们先休息一下。刚才手指还动了一下，现在怎么没动静了？刚才是有了反应，但是很微弱，还不足以把他唤醒。那怎么办？让我想想，很接近了，就差临门一脚，还差点什么呢？差点什么呢？有了！菩萨先生，有办法了吗？应该是有了，快拿几把冲锋号过来。冲锋号？是的，我想冲锋号才是一个战士的信仰跟动力，是超出战士生命之外的东西，应该可以把它唤醒。有道理，立刻安排。是。希望这一次能够唤醒我们的英雄。以我的医学造诣和理念的话，这次应该10拿9稳。要是能，那就太好了。你们继续模仿枪炮声，当枪炮声激烈的时候，你们立刻吹响冲锋号。是。开始。冲锋号开始。动了，又动了。是的，没错，他这一次反应更明显了。枪炮声停下来，
单吹胜利的号角。快看，他的脸上也有反应了。杀！龙爷，你醒了！首长，我这是在哪？你被敌特围攻，重伤昏迷，是这位世界医学传奇的菩萨先生救醒了你呀！什么？菩萨先生？是那位救人无数、堪称菩萨的东方神医吗？就是他，在这呢。啊！多谢菩萨先生相救。先生，您客气了，您可是鼎鼎大名的特工之王，也是为国为民的国家英雄，我理当相救啊！啊！首长，我有紧急情报。紧急情报？我先回避一下。菩萨先生，您也是我们国家的英雄，绝对靠得住的人，您不用回避。不，将军，我虽不在军中，但也晓之，军令如山，规矩如铁，不能破坏。金雪，咱们出去转转。好的，老师。好，那菩萨先生，您在外面稍等，等我处理完情报的事情，我就出来。长老，好的。老师，还得是你，连植物人这种不治之症你都能治好，不愧是我的老师，我喜欢的男人，我的偶像。不，这个呀不是我的功劳，我不敢沾。老师，明明是你治好了龙颜，为什么功劳却不属于你呢？因为植物病人的苏醒啊，更多的是靠他本身的精神力量。如果他的意志力不够强大的话，我就算有通天的本领，也唤不醒他的。战场、冲锋号这些元素啊，像流淌在他血液当中，是他自己的强大。我呢，不过帮了他一把而已。不过还得是靠老师你的临门一脚，他才能醒过来啊。算是吧。老师，你能牵着我的手吗？啊？我可是向你求婚成功的人，你的未婚妻，难道你一定要向我保持这么远的距离吗？啊，这，对不起啊，我这情商跟我在一起，真是委屈你了。看来我们两个在一起，以后你得主动一点。好多人说我是直男。好嘛，那我以后就主动一点。菩萨先生，怎么样？情报处理好了吗？是啊，非常重要的情报。我们拿到了龙焰的情报，关于海外恐怖组织的行动计划，就差10分钟，对方就要行动，可能造成数以万计的伤亡。幸好我们的人及时粉碎了他们的行动，这个多亏了菩萨先生。将军过奖了，全靠龙岩兄弟意志力强大和他的拳拳爱国之心，才可以行得如此之快。菩萨先生过奖了，你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以后若有任何需要帮助的地方，我龙焰上刀山下火海，在所不辞。是啊，又一次，菩萨先生救了英雄，救了无数的无辜的人，善莫大焉。以后有用得着我特工部的地方，尽管开口。将军，龙岩兄弟，你们呢都是国家英雄，帮助你们是我应该做的。好了，既然事情已经完美解决，那我就不打扰了。我要带我的未婚妻回家见父母呢。好啊，恭喜菩萨先生定下婚期，可一定给我们发来请柬，请我们喝喜酒啊！对，菩萨先生的大婚，我们一定要普天同庆啊！放心吧，到时候一定请你们。亲爱的，那我们走吧。走吧。